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男刀绝活哥的一个巅峰赛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刷野抓人思路。这一期的话可能会录多几场的一个解说，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么频繁，因为讲太久，喉咙有点累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刷野的一个技巧吧。像平时的话是不会选择蛤蟆开的，而是蓝开这边，但对面选择直接过来反野。反倒是因为蛤蟆开，所以对面来了以后无功而返。因为满血的你不打我不打，那就等。他亏的是线，这边顶多就说延迟一下那个刷野进度而已。被对面瑞文恶心了一下，然后这里的话是2级 Q。然后再去用 W 拉扯。瑞文的英雄强度的话是比男刀高一点，因为前期更就伤害会更高。男刀的话，你得装备做出来以后，随着等级的提升才能说强度慢慢提上来。下河蟹的话应该是没了的，所以直接去上路拿河蟹就行了，回家把鞋子做出来。没往这边跑，直接收掉。这下路的话就只能好自为之了，因为人在上半区抓了，然后去反对方野就行了。队友有矛盾了，那这局的话，可能优势并不大，前期，已经劣势了嘛。那这局想赢的话，是吧？那就可能得打翻盘局。一技能拉过来，然后先杀掉一个，只能说互换人头了。蓝区的话可能会被对面的盲松禁的，聪明点的话有可能会卡视野过来找，但还好对面没选择来入侵。这个时候对方的打野应该也是会出现在下半区的吧？没有吗？那可以发了一手果然在，只不过可能刚拿完蓝。对面这边血量比较好，对面不敢 Q 过来。这里绕过来抓，有大招的，伤害很高，前期的盲僧。
这里补不上伤害。这里4F 又遇到对方，肯定得走的，因为对面中单在中路，被逮住了。对面兵女很果断啊，这控制打的。下路的话打起来其实占不到太大优势，维恩发育起来了。哎，电死了，泽利玩的还是蛮不错的。但泽利唯一一个差的就是他不是凭内锁定对方英雄的，所以你只要脱离他那个范围，他就打不到，他就打不到你。所以像前面那一波就没有伤害，补不上伤害。对面这样子被中单其实拖住的话，反倒是赚的，这边能拿到龙的资源。其实就是如果没他这波一拖的话，小龙反倒不好拿。那这局的话，其实没有小龙压力，这里上来直接打一套，对面维恩浪了，他没。蓝被对面盲僧给反了。对方直接吃河道蟹刷蓝区，那这边就只能刷完石头回家补装备啊，还是说再反蹲一手？选择回去补装备。蓝区估计蛤蟆跟蓝 buff 都没了，这把已经大逆风了。哦，蛤蟆还在，但蓝是没了。这里配合鳄鱼找机会吧，但打了个探照，看一下对方的石头。哦，对面好那个呀，好那个，抓得很好的时机，这样只能利用大招跑路。瞎子已经压了1000经济了。中路又送了一个人头，下路又送一个。哎呦，那鳄鱼只要不吃 Q 的话就还行，还能打。这里的话下路有机会，对面选择越塔，直接2个人头到手，可以配合队友是吧？把那个兵女想下来又跑了。这里射手的话求稳了，不敢去推塔。如果配合这下去的话，可以把塔磨一磨，但求稳了。这里把破盾给做出来，还好这边拿了个人头，经济上面没有压太多，但盲僧应该是提早做了一个主动装备。是水银还是什么？对面盲僧的压迫感很强啊，给一个身位肯定被他 Q 中，他一套上来，蓝刀就打不了，只能现在被迫吃线。然后蓝 buff 的话，估计是会被对面反掉的，守不了。哦，对面他去下路了，蓝的话还有机会。这里卡了一下，像刚刚他这回来进野区的话，就完全没法打了。这里队友没事，守住了塔，那这波缓解了一波压力。其实像对面过来拿蓝，
入侵野区，上半野区对那个蓝刀完全拿不了一点。下路一塔的话，其实对面可以吊的哦。这里有点浪，兵女过来了，直接交闪现拉开。那没闪现，下一波抓射手的话没那么好抓，就没那么高的容错了。其实不是，也不是没那么好抓，容错没那么高。红的话应该是被反掉的，他就一个人，哎，对面还是怂了。这里跳过来打一套，他没有大招的可以打。大树这边一个很好的大招捆住了，但落抬了一手。这人来了，赶紧脆。状态不是很好，回家补个状态再来接小龙。小龙的话，我有机会吗？哎，对面没打，找到机会切到后排。薇恩的话不要着急，等下一套技能，因为已经交了 QW 的。这里这条两龙的话是要不了了的，因为盲僧过来是能1打2的，没有大招嘛，主要是盲僧的大招肯定是好了的。这里的话就选择互换资源，然后把他的野区给吃掉。哦，红爸爸还在，但有可能会赶过来。求稳的情况下就赶紧走，果然是，你看，如果那里吃红的话，其实跑不掉了。这里的话，经济的话是已经追过对方了，叫队友在大龙补个野。这里回去把这个第三件给补出来。这里把中路一塔，他们往上面靠，那就直接压中一塔。这条龙其实没那么好抢，对面控制比较。哎，这里找到对面的薇恩，找到机会了。看这波4打5吧，赚了个人头和一座塔。中一塔掉了的话，两边入侵就舒服很多。这里鳄鱼强行开的有点比较差，这里绕过来。这里建议是在野区登人，对面没视野的。有大招了，大招的进场，没水银全是残血，比较可惜，但被对面换掉了。这波对面集火先秒掉了，打得比较差。大树对面是刚刚是把 AOE 给拉满了，所以打的就比较差的团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绝活哥完全就是凭自己的意识，然后去换资源，然后让自己的经济没有落下对面的盲僧。盲僧这英雄真的 T0啊，打野真的太离谱了，还是强。虽然说有调整，有削一点，但还是很强。这里来抓，守一下他那边。2个人在这边往后拉了，盲僧在，如果刚上了，盲僧直接越塔了。这种情况下就外塔直接放了，因为全部外塔已经守不住了。蛟龙的话
必须得回到中路去守，但这里中单又被找机会秒掉了。这里绕到后面，二塔的话应该也守不住了，这个高地应该也得掉。这种情况下，因为这里鳄鱼进场了，大招剑把盲僧给秒掉，然后再突剑拉开，被动杀死了对方的中单，伤害很高。为什么伤害高？就是因为沉着冷静要把自己优势慢慢的通过互换资源是吧，找机会打回来的。如果没这个经济，其实这局已经输了，对面压的那么狠。像上路小龙的话是没办法的，已经拿了一条小龙，其实这把的就是龙的压力没那么大，这就是就是第一条龙那时候我说的，拿到了第一条小龙以后压力没那么大。这把正面其实可以打的，因为薇恩不在，但队友不敢上。那只能等龙团了，我感觉这把龙团也没那么好打。找到薇恩没有辅助在，说实话有点难受的这种。这里对面掉了个薇恩的。这里偷掉了一个战略点，回家把6神装备给做出来。对面少一个人的，可以尝试直接开龙。二技能。这里的话烫死了一个，对面瑞文掉了，盲僧在上面，对面选择拼惩的话，若没有大招的，水银解控制了，对面盲僧进场，直接龙拿到了，但这波团战大辅助是死了，但泽利上的有点着急，闪现接 Q 大招秒掉一个，冰女的话留不住，可惜。有冰女在，这个应该是可以越的。鳄鱼上，但二塔推掉了，这样的话就只能选择推二塔。那二塔没兵线，我去，还推不掉。这个其实外塔都已经没那么好拿了，这条龙可能做的事情并不多。这里的话，利用这个大龙先压塔，然后再去拿远古龙，逼远古龙，这样的话就有翻的几率。但这种压塔是只能抓单，或者说集火，对面犯错的时候秒掉对面一个点，不能直接开团，这个团不好打，因为对面那个瑞文的那个突进。只要那个利桑卓接上控制的话，稳定控制的话，打不了。这里上来直接打一套，冰女的大招给骗出来了，逼出来了，应该叫逼，不叫骗。被对面瞎子 Q 到，这种地方就被瞎子 Q 到，这样对面是高手的情况下，你就一定要走开，不能说给他真的飞过来找机会。往后拉就可以，瞎子上去了，这种情况下可以拼龙，
大招直接拿来打龙了，惩戒拿到，这种可以团了，对面是打不了的。特别是泽利拿到这条龙以后，战斗力是直接1×100，超级猛，就等于一个人打5个人的输出。但这样子越的话，感觉容易出事儿啊！真出事儿了，队友送残血，然后这样的话拿外塔，这里对面有复活甲，把复活甲打出来也是赚。下一波团战的时候，这对面就没那么好，这还不能一波，有点难受了。哦，少一个人是吧？这里的话做复活甲，这种就到了真空期了。在6神以后，其实男刀是不怕对方的。对面盲僧也很警惕，这里过来，哇，2、3个人，大招拉开，想回身秒，但这样的话走不了了，5个人，E技能拉不开，直接吃了那个，这样的话队友有可能送啊，少一个人，中单不在，伤害不快够的，秒掉了瑞文。双 C 还在，双 C 在的话，薇恩追不上来哦。这里反手秒掉了冰女，两边 C 位在那里互拉。然后这里泽利过来，把人头互换。这边兵线比较好，所以对面也没办法去做推进。那这条大龙。大龙应该还是可以拿到的，控下来的。先打个核桃蟹，因为拿到核桃蟹以后100%就视野是有的，对方无论怎么打都没办法说在那偷龙的。哦，这里中路找到机会，但对面给金身了。这10秒的话，肯定是不能开起来，开起来不好打。这种的情况下，两边都6神。哦，有针眼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兵线下路的兵线很好的一个推荐。对方想直接开大龙，继续清线给压力就行了，因为有超级兵的，不能换远古龙的。这波团必须得开起来。大龙的话，尽量去拉脱他。对面若直接没大招，被反秒了，对面着急了。这把就是最后一波，就是看谁先开起来。这边有进化，什么都有。这把好像赢不了，队友全崩了。
但对面这边唯一一个点就是优势，就是对面3路兵线都破了，这是唯一的优势。对面兵线烂了的，这里的话来这个位置蹲一下瑞文，看能不能蹲得到。瞎子可能在那偷龙是吗？有可能。哦，瞎子在这，还好没被 Q 到。但这里的话，瑞文肯定没有闪现。瞎子的复活甲被打掉了，这里必须得拉开极限。复活甲还有，对面选择强魔龙，那这样的话对面就给机会了呀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就稳赢了。3路超级兵不用去拿大龙都可以了，但他们还选择拿大龙。最终的稳一手，那这样的话是100%翻不了的，把大龙拿到手。那这样的话，游戏结束。这把简直就是史诗级翻盘，直接可以一波了。对面也是只能慢性死亡，除非是对面一波伤害把对面4个人秒掉，或3到4个人秒掉。盲僧在后面想抓单，直接把线送下去就一波了。瞎子还想断兵线，不可能的。洛直接想上来直接吃伤害的，这里 AOE 伤害全都拉满了，对面打不了的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一局。像上一局就打得很艰苦，这一局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打得怎么样。其实我在想，要不要这样子，我到时候可以录多几局，但我前面几局我就讲解，但后面几局的话，我就放那种就是纯没有解说的那种，纯欣赏的那种给你们看。我打算这样子看看，我就这次我就试试。后面几局的话都是那种没有解说的，就前2局有解说，后面几局又没解说。像有些情况下，为什么做了盐以后，这些绝活哥会回家一趟，就是回去换扫描，而不是说回去就为了去线上赶得更快。
对面在这儿，直接过来，但被拉到了，可惜。其实果断点给大招，说不定能杀掉的。就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想杀2个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反倒是亏，折了夫人又赔兵。但还好啦，就没什么太多亏的，只是把对面的闪现逼出来了，只是小赚了一点而已。属于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吧，应该这么说。这里的话，把对面的大招给打出来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尝试越了。大招直接收掉人头，这个河蟹是吃不了了，血量并不是很健康。像有时候有一些打野他会4级的，就是4级的时候不吃蛤蟆，然后来吃这个河道蟹，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去偷，像这个蓝刀啊这些就可以去偷。所以你要熟悉一些英雄，他是哪些英雄会喜欢红开，像盲僧、赵信啊这些，就有可能会喜欢红开。那像酒桶啊这些，就喜欢蓝开。但蓝刀的话，就不好说，看个人习惯吧。这番好是没有闪现的，把他带过来了，一套技能接大招秒掉。哎，可惜是波比的人头。波比说实话太素质了，万豪说实话打半天打不死，而且还很难受。这里过来直接打就行了，但赵信持续作战能力，这就是战士打野的优势。对面做了布甲鞋，好像是打半天打不太动。对面赵信做的是布甲鞋，就是为了克制就是针对这种，就是很明显的针对出装啊。就看你想不想恶心对方某个人。这里的话直接越塔了，波比的这把万豪成提款机了都，彻底没发育。这里直接拿先锋，对面应该是会选择控龙的。先锋的话有优势的话，一定要拿先锋先，因为能把中路塔给推掉，然后就可以去入侵对方野区嘛。对面选择反蓝的，肯定会去入侵蓝区。对面天使会不会来蓝区看一眼呢？这里面的话，你可以去算的话，对面没有去入侵蓝。其实他入侵蓝的话，蓝区的话就互换。就是这边是一组野，但那边的话是
多拿2组野的经济，那这样的话对面赵信炸缸了呀，就是经济上面会被拉扯得很开。这里猫咪直接过来，霞的话对线的话已经没法对了，对面现在来入侵，去抓中路了，那中一塔估计是守不了了。这里波比不能再压了，赵信已经过去了，来中路直接一套技能，有猫咪的伤害特别高，打输出就行了。现在好像，如果说你觉得你玩得很不顺哈，你第2件可以先做那个3项。刚刚，这里找到机会，一个进场，这里跳过来。这波的话，对面赵信反应很快啊！这次的话没有补装备的，这个波比好点，回头把天使打残了，被动把对面的天使秒掉了。但这个血量已经没办法再打了，对方肯定想来入侵野区吧？没有，对面赵信，说实话玩得很一般了。这样的话。其实对面赵信知道对方打野血量很低的情况下，可以入侵野区去抢资源的。这把的话，其实已经奠定了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有猫咪又有又一直把经济拉扯开了。这种情况不要去吃他线了，就给波比去慢慢发育一下。这把发育的还是很不错的。天使的话没大招的，但后面有一个谁有那个赵信。对面想来抓，这里面可以看到经济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对面赵信就完全没有那个打的能力了。对面天使还想来抓，但抓死了，伤害补上来了。这里面的话属于是队友差距有点大，资源真的好慢，我比那些姗来迟。这边跟他换的话是蛮亏的，但问题不大，对面已经没有太多的那个优势了。天使的话有点小肥吧，吃到大人头了。但下一波没有大招，没有闪现，是可以抓天使的。把对面天使秒掉，其实就没有太多的持续输出了。没有惩戒的话要被抢到，所以龙千万不能再碰了。这天使把人头已经送出去了，那这样的话，3个人，这对面天使有点搞笑啊。那还没杀，反被杀掉了一个射手，有点离谱了呀。哟。
对面杰拉还是很阴的哟。这局的话，把对面的杰拉给记恨上了。这皎月说实话玩的挺好的，把都要扛着几个人推塔的压力很大。这只猫喜欢下来，其实没必要这样子。这样的话会导致它下来以后，猫咪的 buff 给不到它身上。像这局很顺风的话，就可以做3项；比较逆风的话，就做黑切，提早做那个穿甲嘛，有一定的坦度。反正如果说很顺，你连复活甲都可以不用做，就黑切。哦，不太行，必须得做那个。啊，这里的话射手打不过，这波有点浪。这里酒猴哥死了以后，射手一点输出都没有，发现。前面太顺了，所以这里面感觉酒猴哥是有点浪啊。这把的话开始要认真起来了，因为失误一次的话，队友不太行。这里的话拉扯开，把对面的技能都骗出来了啊！对面的万豪 W 闪，很帅的一波伤害输出，一拳直接血条消失术了。终究还是太大意。那中路高地是守不住了。其实这把波比的话得保着那个射手来打，射手是没人保的。虽然说射手有自保能力，但经济好像有点差，没有对面经济那么好。这小龙的话是拿不到的，得给对面。这里来抓对面的万豪。好，想爆，直接一个解控制，伤害不够的，拉开就行了。直接开，对面只有一个天使，有大招都开不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把对面秒到，直接找对方。金克是不在的。但这里伤害很高哦，一个杰拉打了2000输出，还好。皎月还想操作，还好哦，没被炸死。这波打的话没有赚到太多。我感觉是不是因为酒猴哥身上有只猫咪，感觉浪了好多，跟上一把相比的话，这里浪了很多。
这里看到猫咪带的是扫描，待会猫咪跟着的话，所以就带个那眼就好了。对面杰拉伤害很高，这里上来直接打一套，但赵信一直能用大招去规避这边大招伤害。这里后完全拉扯不了，但是对面技能已经骗完了。全部技能吃完了，我感觉波比的话，每次都是波比不开团，我发现这里面每次都是绝活哥这边去吃伤害打输出。这条龙的话可以赶紧打的。这里猫咪去吃大龙 buff， 低 buff 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得把复活甲做出来了，顶不太住了。打到后期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也有一点就是节奏太快，可能他玩的就是因为这个分段的话，不是他的号，还是如果他他要真打的话，他自己的号的话肯定是传说，就是巅峰赛传说局，但这边的话，因为是别人的号吧。然后是不灭还是宗师嘛？就队友的话还是有点脱节的，就是跟不上他这种高手的节奏。而且还有个点就是他打的战绩啊那些都是 KDA 很好的情况下，就是系统会给你排一些比较怪怪的队友，所以就没办法。哦，这里大招被打出来了，上来，皎月单吃了对面的天使，这里直接一个绕后秒掉对面吗？对面2个金身，真无语，吃伤害秒就行了。对面双金身交的完全就没机会，可以直接一波了这边。但射手还在狂吃。这里远古龙收掉了，又稳了一手双龙会。赵信的话线都清不动，其实可以直接秒掉了。好，那这期就到这了，然后后面的视频就是没有解说的啊，然后你们想看的话就可以耐心的去慢慢的看。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